吃完早饭出发了。第一个景点是自由塔，最终成为了象征伊朗所谓自由的塔。这个是川普上台之后改的。不要拍，不要拍。作为伊朗首都的德黑兰只有200年历史，在20世纪初仍然落后的德黑兰，如今放眼望去已是高楼林立，繁华程度在西亚地区数一数二。德黑兰吸引我们参观的也都是这些近代的建筑。自由塔是离德黑兰的国际机场最近的一个点儿，但是德黑兰的堵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要开车40分钟左右。这里感觉像是个公交枢纽一样，好多的车。我们马上就要到德黑兰的地标建筑自由塔，车的左手边已经可以看到自由塔了，身后的就是自由塔。自由塔的全名是自由纪念塔，也有音译是阿扎迪塔，它就在这伊朗第2大广场的正中央。这个塔建造的背景在巴列维2世的时期，因为他们卖石油嘛，挣了很多钱，所以呢，巴列维2世的老婆，也就是当时的皇后，想讨好这个巴列维2世，就提议说，应该在伊朗的各地都修建一些新的现代建筑物来纪念他。于是呢，这个塔就是第一个决定修建的建筑物。这个塔是由一个当时在伊朗建筑学院毕业的学生设计的，然后由巴列维2世亲自督建，经历了3年的时间才建完，是叫国王之塔。但是很讽刺的就是，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的时候，大量的抗议者和学生都聚集在这个塔底下的广场，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时代之后，这个塔又被重新命名为自由之塔。所以这个因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而建造的塔，最终成为了象征伊朗所谓自由的塔。算是宗教自由吧？真的是所谓的自由。这个上面全都是大理石，这些大理石是产自伊斯法罕的。然后这些大理石不仅是现在这个塔本身，据说在这个塔的地下还有一个库房，里边存着大量的同类的大理石。这个是当时那个巴列维2世下令存储的，目的呢就是如果它哪一块大理石出了问题，坏了，底下就可以有一模一样的、一样颜色、一样质地的大理石补上来。然后据说底下的这个大理石的存储量足够整个塔身所有的大理石换10年。而塔身使用的2500块大理石象征着波斯帝国的2500年历史。这个塔有电梯可以上去，上去之后里边有2层，先坐电梯到1层，然后那一层是电影院和一个小的博物馆，然后再往上是观景台。我们反正没有计划要上。后面有猫猫，一只4足生物。这个自由塔的内容比较少，就是这么一个塔，然后还有一个对于伊朗来说不算太小的广场，我们基本上也就是看这些了。大家都知道，伊朗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糟糕。1979年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一帮学生把52个美国外交官员困在这个大使馆里边，长达444天。要求美国把逃往到外国的巴列维2世给送回来，但是巴列维国王他不肯回来，然后就一直这么僵持着，僵持了444天，直到这个巴列维他在埃及去世了，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以前有一个获奥斯卡奖的一个电影叫《逃离德黑兰》，这个片子就是根据这个事件来改编的。现在我们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原美国大使馆，这个已经启用了，就是在被启用之后，外墙上就被伊朗的各个算是艺术家吧，沿墙做了很多涂鸦，全部都是反美的题材。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有美国国旗，有炸弹，然后有骷髅的自由女神像等等等等。然后这些涂鸦每隔一段时间政府就会清理掉，然后重新换一波新的。然后呢，前美国大使馆现在已经被改为了一个博物馆，名叫间谍博物馆。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些执政人员认为这个美国大使馆就是当年的间谍窝子，保留了很多美国当年窃取伊朗的信息文件的那些设备啊，还有一些算是
他们所说的证据，但实际上这些证据美国是不承认的。这个博物馆我们不会去参观，这种涉及到很严重政治问题的东西，一般旅行社都不太会带人去。然后如果你们是自由行的话，可以考虑去参观一下，因为票价也不是很贵。这的全称是美国间谍窝巢博物馆。这些骷髅都是石膏做的，故意做成镶嵌在墙里的这些，代表着残酷的战争。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这面墙会特别长，但来了之后发现好像就是小段了，而且感觉可能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就是除了政府方面，民间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这些画也没有原来那么激进了。能看到一些代表美国的东西被黑化，比如说米老鼠，然后拿着枪，然后还有那边麦当劳的那个荆棘，这边也是魔术师的帽子，是炸弹，这种代表性的川普发型，然后代表着枪，所以说从这张你就能发现一个，这个是川普上台之后改的，狼变成了狼人，然后狼人代表美国，然后又幻化成人形，变成美国大兵，最后去追捕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墙上的都是一样的主题：邪恶的美国不加限制地使用暴力与阴谋。然而再走两步却是一家咖啡馆，这样的反差来得着实有点快。接下来也有表现美国的阴谋终将破产的画。我们发现这幅画上被扔了泥巴。很可能现在的伊朗年轻人已经对美国没有那么仇恨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仇恨来源于政府，他们在西方媒体的这些宣传下，其实还是比较亲西方的，所以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人其实是反对政府跟美国的这个关系的。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伊朗年轻人还是认为美国和西方是发达的。我们相信伊朗人会选择自己的道路，而我们接下来去欣赏波斯的地毯艺术。这个是伊朗地毯博物馆，这个块是个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毯博物馆里边，据说是收藏了很多比较有历史的地毯，有100多年历史。好像我记得这儿一个镇馆之宝，好像是400年的。地毯博物馆的建筑外立面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点像那种镂空的蜂巢这种感觉。这个看来的人比较少，很安静。这儿博物馆里收藏着130多块来自伊朗各地的地毯，另外还有个收藏3000多本书籍的图书馆。不过我们只看地毯，实在看不懂波斯文。地毯博物馆进门之后有一个喷泉，这个很有民族特色。然后两边都是卖这些个纪念品的，还有这边。博物馆收藏的多是19世纪的精美地毯。尽管波斯地毯有2000多年历史，但做地毯的材料使得它们也就能保存几百年。因为用了天然植物制作的染料，它们才能在几十上百年后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这些地毯刻画的多是花纹、花草或建筑，也有很多波斯民间传说和故事，甚至还有波斯人的生活。其中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条立体地毯，无论是上面的花朵还是走兽，踩上去的话感觉一定很棒。还有这条400年历史的地毯，它是馆藏中最有年头的镇馆之宝。再来说一下这块地毯，织进去的东西可多了，可以称得上中亚地区民族信仰大合集。右上那个是大不里士残破的蓝色清真寺，下边骑驴的人们就是当年躲避蒙古人逃过去的。右下的是波斯帝国宏伟的首都波斯波利斯，那块荒凉的地方那时候还是水草丰美。左下那是蒙古统治时期的苏丹尼耶，意思是苏丹之城，是大概14世纪的伊尔汗国，现在在德黑兰的西边。左上的是萨珊帝国的首都泰西峰，位于现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东南。然后咱们看4个角，左上右上的是耶稣和他的信徒，左下那俩穿得很凉快的是亚当夏娃赤禁果。然后看中间这一圈12星座，他们围绕的中心是大流士2世，他左上方长翅膀的老头是波斯拜火教的标志。他们上边写的这些个楔形文字，真想知道写的是什么。还有这张，好多西方名人都在里边，就只说我一眼能认出来的。最上面这位，这姿势耶稣，右边我觉得应该有苏莱曼和大流士。
应该有不少罗马的名人，左上红铠甲的应该是凯撒，中间2排应该是中世纪的名人，认不出来。最后1排有几个眼熟，最右边的是拿破仑，特点很明显。最左边的是哥伦布，拿一地图还没走到印度。中间的应该是法国的某个路易。这张波斯帝国历代帝王群像，居鲁士、大流士、纳迪尔等等都能在这里找到。不过末代国王的那2个里萨不在这里边，人家改名叫伊朗了。这张就是纯的欧式生活，可以看到近代伊朗对西方的刻画。此外，馆内还收藏着编织地毯的工具。当前往伊朗的地毯商店时，就有机会看到地毯工人使用它们进行编织的场景。我们还在馆内看到了这个像恐龙的东西，即使问了伊朗本地导游，也没能得知它是什么。从它的结构来看，应该和纺织工具有着种种联系。我们从地毯博物馆出来了，本来说是相机也能带，手机也能带，什么都能带，结果我们进去之后，人家不让我们录像，然后还一直盯着我们。后来就改成拍照了，但是他们还是在以为我们录像了，然后还在说不要拍，不要拍。后来我们证明我们拍的都是照片，然后他才放弃了，就是说没事啊，拍照片没关系。但是博物馆里边并没有明确的标识不准录像，当时给我们指的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不要触碰。反正伊朗这边很多标识不是很清楚，所以大家如果自由行来的话也得小心，不要随便拍，一定要确定了没问题再说。不过还好，他们就是制止，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硬的态度。这里的宫殿太老旧了，他要享受踏着国王的那种爽快感。来这儿之前一定要戴着墨镜进来，不然一会儿订阅我们的频道，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的伊朗之旅。